过去10天，央行连续做了2笔买断式逆回购。7月6号操作1万亿，7月15号又操作了1.4万亿。新闻标题看起来是2.4万亿，但是扣除同期到期的资金之后呢，7月份真正的净投放是7000亿。那为什么7000亿这个数字比2.4万亿更重要？因为我们看央行的操作，不能只看它投放了多少钱，还要看其中有多少钱是到期的，期限有多长，以及政策方向有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那么这期视频呢，是我上周录制的，而央行本周的第2次操作，恰好进一步验证了视频里面讲的3把尺子：净量、期限和方向。与此同时 ，A 股的交易新规也已经运行了1周。那一个讲的是资金的环境，一个讲的是交易的制度。把这2件事合在一起看，我们才能看懂市场的底层环境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大家好，我是苏涵。这2天有一个数字上了热搜，1万亿，央行做了一笔1万亿元91天的买断式逆回购。评论区有人说放水了，牛市来了，另外的有一半人说呢，逆回购而已，年年都有。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央行的逆回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次的央行1万亿逆回购呢，其中里面有8000亿是同期限的买断式回购到期，新增的呢只有2000亿。这1万亿进来呀，8000亿出去，所以真正的钱呢只有大概2000亿。那么这2个数字都在央行官网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告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为什么这2000亿的数字比1万亿还要重要的多，以及同一周落地的 A 股的交易新规，为什么要把这2条放在一起看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信号读准。最近国内的资本市场呢发生了2件事儿，一件就是央行这1万亿的买断式逆回购，它告诉我们是资金的松紧程度；另外一件呢是 A 股的交易新规正式的落地，其中呢有3个关键点。第一就是盘后固定价格，第2个呢就是收盘的集合竞价，第3个呢就是 ST 的涨跌幅的限制的变化。那么这件事儿呢，讲的是交易的规则顺不顺。单独来看，这2件事儿都很技术，但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它们都在说明一件事儿：市场的底层环境在变。一个是资金面不能太紧，另外一个事儿呢是交易规则要更加的顺利。这也是我在硬约束时代当中反复讲的逻辑。资金的松绑是压在所有资产定价上的那条硬约束，约束松一下，那么所有资产的呼吸空间就会大了一格。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条约束松了没有，以及松了多少。读懂央行的操作呢，我们用3把尺子来衡量：净量、期限和方向。这3把尺子学会了以后，大家看任何一次央行操作的新闻都可以自己来解读。央行呢经常会发布逆回购的公告啊，还有买断式逆回购，这次的还有7天内逆回购啊，91天。我们先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大家记住啊，逆回购大白话来讲就是央行在给金融系统补水。那注意2个不是，首先呢，不是央行给股民的账户打钱，也不是央行直接要冲进股市买股票。如果我们把金融系统啊想象成一座城市的供水系统，那么央行呢，它其实就是水库。其他的金融机构呢，比如说像银行啊、券商呀、基金公司啊等等啊，都是水管。企业和居民呢，是最后用水的人。如果水库不放水，那么水管里的水压就会往下掉，水压一低呢，企业的融资成本就变贵了，银行之间借钱就会变贵了，市场利率呢就会往上走。央行做逆回购，就是在往水库的水管里面去补水。水呢虽然不会直接到最后的企业和居民端，但是这个水压稳住了，那后面大家的用水呢就不会慌了。通过这个比喻呢，我们有了直觉。下面我们来上机制，我们用常驻的3张资产负债表来看，央行的，还有金融机构的，还有居民和企业的。
那这笔买断式逆回购呢，发生在央行和金融机构的两张表之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呢，这个时候两边都在扩的，它通过债券质押对银行的投放，它的负债呢就是它的准备金。那么对于银行来说呢，它的资金肯定就更稳了，这就是它的资产。对它的负债来说呢，就是它的成本稳住了，同业的负债压力也缓了。那同时，它的可贷资金更充足了，因为央行给了它更多的资本。对于企业呢，那它的资产负债表呢，它可以去贷款做更多的投资扩张等等。那负债呢，其实就是它的融资的成本，可以不变，甚至是降低。所以呢，央行的水流给到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呢会再滴灌到具体的企业和居民当中。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两边同时都在扩，那银行拿到的是资产负债端更稳定的资金，企业和居民的这个表呢，暂时数字没有变，但是它未来会传导到下游。那这件事情发生呢，是对后两张表对资产，也就是钱的价格会不会变得越来越贵的预期。过去呢，我在金融机构工作的时候每天要观察的不仅仅是股市的涨跌，还有银行间市场资金的价格。原因很简单银行间的利率是所有资产价格的上游变量，它首先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短端的资金成本，然后呢会影响债券的收益率，最后呢通过估值折现和风险偏好传导到股票市场。所以钱贵的时候，资产价格会受到压制；钱的成本稳下来的时候呢，市场才有修复和喘息的空间。所以大家别觉得央行和银行的事儿离你很遥远，其实呢，它是所有价格的一个上游。刚才我们说了，观察央行的做法呢，我们有3把尺子。第一把尺子呢是看净量，不是看总量。这里的1万亿呢就是总量，但是当月呢有8000亿是同期限的工具到期，所以呢这里的净量呢是2000亿。这就好像我们往浴缸里放水，得先看排水口有多大，只报进水量不报排水量的那都是标题党。顺便说清楚这个金融工具买断式逆回购呢是2024年10月份才新设的工具，原则上每个月开展一次，期限不超过1年，所以它既不是年年都有的老剧本，也不是史无前例的大招。工具可以常规化，但是每一次的量和方向都不是固定的，关键永远是这个净量。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我自己在用的办法我们把这个工具买断式逆回购自创设以来每个月的操作量和到期量列成2栏相减，就会得到一条净量的投放曲线。单月的数字呢可能会骗人，但是这个曲线不会。如果前几个月这条曲线都在0轴以下，也就是说净回笼，那就说明钱在慢慢的被收回。那这个月呢转到了0轴以上，意义就不一样了。这是方向的改变，不光是数字的大小了。第2把尺子呢，我们要看期限，这次呢是91天，期限也是有含义的。7天逆回购就好像打点滴，处理的是今天或者这一周的资金紧张。91天呢，它就跨过了1个季度了。央行在告诉市场，接下来的3个月水压是稳的。其实市场最怕的从来不是今天缺水，而是形成一个水会越来越紧也就是资金面越来越紧的预期。一旦这样的预期成型了，那么银行之间就会惜贷，企业呢就惜投就不敢投资，股市的估值就会被压住，整个的投资链条进入防守的状态。这样的预期时间越长，就越接近一个预期的管理。所以呢，期限是第2把尺子。第3把尺子呢，我们要看方向的边际变化。我们把前2把尺子合起来如果此前呢是边际收缩的状态，这次转向了净投放，那么就是从原先的轻踩刹车变成了把脚从刹车上松开的状态。当然，这个规模呢算不上是踩油门。央行这次操作的潜台词就是，我没打算大水漫灌，但是我也不允许资金面继续紧张下去了。
其实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市场一共有4个步骤。央行的操作呢，会影响到银行间的资金面，银行的资金面呢，会影响短端的利率和同业的存单的利率，短端利率呢，又会影响债券的收益率。债券的收益率呢，又最终的影响到了股票的估值和风险的链条。这样的链条看起来很长，但是逻辑就一句话呀：钱越贵，资产端的压力就越大；钱不再变贵，甚至变便宜了，那么市场呢就会至少能够喘口气。对流动性最敏感的是什么资产啊？成长股，就是科技行业、AI 产业链。包括新能源、创新药等等，因为他们的估值赚的就不是今天的钱，而是未来几年的钱。那未来的钱要折算到今天，利率就是那个折算器了。利率越高，未来折回来的钱就越不值钱。这个折现机制呢，我们在美债那期也讲过，今天就不再重复了。成长股真正怕的不是利率高，而是利率会一直往上高的这样的预期。那么这次的91天的买断式逆回购的操作，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预期。讲完了资金面呢，我们再讲 A 股的交易规则的改变。这次新规呢，对于普通者来说呢，重要的就是这3条啊。第一条呢，就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展到全部的 A 股和沪深的 ETF 了。第二呢，就是基金的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改为集合竞价了。第三呢，就是主板的 ST 新 ST 的涨跌幅从原来的5%呢调到了10%。这3条新规的本质 ，A 股在补定价的基础设施。我们详细来说啊，第一条，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围，时间呢是从下午的3点05分到3点半，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成交。很多人以为啊，这不过是多炒了25分钟的股票的时间嘛，恰恰相反，这个时间段的价格呢，以后就锁死了。根本没得炒，不是让你炒的，它多的是一个按收盘价成交的通道。那么这个事儿对谁重要啊？就是对按收盘价成交的那些资金。对于那些大资金来说呀，机构资金来说，他们最不想干的事儿，就是在盘中的时候跟着散户去追涨杀跌，因为他们一买呢就会把价格顶上去，一卖呢就会把价格砸下来，交易成本就成了市场的波动。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窗口，等于是菜市场白天收摊之后呢，专门给批发商留了一个按今日挂牌价成交的后门，谁也不许挤。所以这条利好的是那些长期的资金、指数基金、ETF 资金，不是鼓励散户。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收盘改集合竞价，从下午的2点57分到3点不再连续成交了，而是把所有的买卖需求集中起来，统一撮合成一个收盘价。为什么呢？因为收盘价是全市场的锚，基金的净值、指数、申赎、考核都要跟它挂钩。那如果这个锚要是被尾盘的几笔小单子拨来调去的，整个市场的定价就会不稳。成熟的资本市场早就不这么干了。你看香港有收市竞价的时段，日本的开盘收盘呢也用集合竞价，关键时点用集中撮合定价，这是市场基建的一个标准件。A 股这次呢是在补课。第三条呢，就是 ST 的涨跌幅从原来的5%改到了10%。那这条呢，我要提醒那些特别爱赌重组、赌摘帽股的那些投资者，他们可能会觉得弹性大了，机会多了。但是呢，请大家呀仔细想一想，因为它一旦下跌，也会变成10%，踩雷的速度翻倍了，亏损释放也翻倍了。所以这条规则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让风险资产更快的定价，效率更高。过去5%的涨跌幅窄，看起来像对投资者的保护，实际上呢，坏消息要连续很多个跌停才出得完。而现在呢，等于风险出清，速度更快了，对市场定价来说效率更高。但是对于短线的赌徒来说就未必了。那如果呢，你没有能力在单日10%的波动当中严格的实行止损，其实最好呢不要碰风险警示的板块。有人问了 ，A 股的交易新规是不是意味着以后 A 股要美股化？美股的盘后呢是继续波动的连续交易 ，A 股这次呢是按收盘价固定价格的窗口，机制还是不同。准确的说法是我们 A 股向成熟市场的基础机制靠近了一步。补了收盘的定价，
补了盘后的通道。长期资金最怕的不是没有短线的机会，而是规则不稳，成本太高，收盘价格容易被散户扰动。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的规则补上了，中长期的资金呢才能够进得来、待得住。那么国内市场的这2件事情呢，说明资金面呢正在企稳，风险偏好边际改善了。中期来看呢，市场能不能从喘口气走到趋势修复，还取决于市场的成交量和企业盈利能不能真正的接得上。长期来看呢，交易制度的红利肯定是确定的，但是兑现的节奏呢不好说。所以现在市场啊正在从极端防守的状态进入一个观察进攻信号的阶段。如果后续几个月啊这类操作的净量重新转为净回笼，或者呢成交量持续的萎缩，那么我们等于又退回防守的剧本了。为什么不能盲目乐观呀？因为流动性虽然能够改善一定的市场偏好，但是替代不了企业盈利，能够让市场喘口气，但是不能够保证牛市持续的延续下去。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极度的悲观呢？因为过去市场担心的3件事儿，就是资金面越来越紧，规则不够顺利，投资者信心涣散。现在呢，前面2件啊都已经出现了边际的改变。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观察投资者信心的一个变化了。在落地的部分呢，我按照 ETF 投资全景图的象限给大家3条建议，条件不齐的话，动作就不做。第1条呢是防守层，只要企业盈利改善还没有被最终的确认，那么你的底仓就应该留在防守象限。比如说货币类啊、国债逆回购啊、短债类啊、高股息类啊，不要动，净投放2000亿。仅仅这1条呢，不构成我们挪动底仓的理由。第2层呢，就是观察层。如果银行间的短端利率和同业存贷利率能够稳定下来，而且呢，两市成交量持续放大，那么我们可以把观察名单呀，从防守象限移动到宽基象限，先名单后仓位，纪律优先。这2个条件缺一个，只看不动。第3层呢，就是进攻层。如果流动性确认稳定了，而且呢，企业盈利的预期开始往上修复了，比如我们看到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速改善，那么才轮到我们讨论成长象限。3个信号啊，资金面、成交量、企业盈利全都齐了，那么才叫做市场整体的趋势修复。缺少一个呢，都只能说是估值在喘口气歇一歇而已。第一个是市场的，第2个是成交量，第3个还是企业盈利，这3个呀缺一不可。接下来的1个季度呢，我们不需要每天去猜测市场的涨跌，我们只要定期回来呀，对这3个信号就可以知道市场走到哪一步了。这就是把情绪化的判断换成信号化的跟踪。最后呢，留一个问题给大家，你认为这3个信号当中啊，哪一个会先点亮呢？为什么？我会在评论区参与讨论。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